来看看长白山大关东文化园区要讲长白山，那看到这里就知道了吧？看到这里就知道我们的路线已经准备从这儿前往长白山。要前往长白山，我们先了解什么叫做关东。山海关以东就叫关东山海关以内呢就叫关内后来把山海关以东的辽宁地区广义的都称为整个东北都叫关东区。山海关的城门是东西走向，从关内来的人向东走出城门所以我们提到了山海关，它位于河北省秦皇岛这个地方，也是明代长城东北关驿其中之一个它一直算是中国长城三大奇关之一东有山海关，中有镇北台，西有嘉峪关，与天下第一关咽喉之地万里之外的嘉峪关呢相呼应了。所以你看那个长城，万里长城万里长。所以在秦皇岛的山海关内这个地方我们把它分为因为这个山海关城门呈东西走向嘛，关内向东走就是城门，城门关外就是关东。用关东来指东北地区，包括了黑龙江、吉林、辽宁3省、内蒙古东部4个盟市。所以呢，最早以前在东北的地方，就是关东地区呢，地产物饶。当天嘛你看这个是抗何谓所谓地产物饶呢？它很冷，它的土地的有机物非常的多，所以在东北也是中国的粮仓之一在当时在这边呢很好种植作物而在关内指的是山东地区，在当时他们的这个关内呢种植东西呢，做拍这些人生活民间疾苦年年干旱缺雨粮食饥旱之地饥荒几乎都在关内。那当时呢，东北对于当时的女真人跟满人来讲，东北是一个圣地所以他不准外人进入所以当时很多在关内的人，他们生活非常非常的痛苦，他们就必须出关外。那出关外是哪边呢？就是出山海关往东走，走进东北去讨生活，因为他们的家乡实在太贫穷了。这个跟现在有一点道理一样的，跟中东一样，像叙利亚的难民为何要从其他的地方，要从他的国家出走？因为在他的国家会饿死战死对不对那当时在中国也是一样山海关关内这个民不聊生年年干旱饥荒所以他们必须讨生活，为了那一口气，他们必须走到关东去，指的就是东北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很多人说，哇，那个地方呢，鸟不生蛋，哪有鸟不生蛋？冬季严寒，也因为这样，它创造出了这个土地非常的肥沃，所以当时就把它叫做闯关东。关东指的是山海关以东的地区，也叫做关外地区。事实上是在山海关的东北地区，所以在日本以前打到东北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把它叫做关东军关东军，日本关东地区的关东也是一样濒临太平洋的地区，就像中国的江南一样。所以关东区关东区以前我们就叫做关东军，对不对为何没叫做关北等等？为何我们常听到说闯关东、关东军这几个名称？它是由山海关来去做这个分隔的。所以进入到了东北我们要先聊聊这一个事件尤其是当时的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制造了一个什么？就我前面其实有聊过的这个历史事件，叫做皇姑屯事件那皇姑屯事件呢是什么？是因为张作霖，就我们前面所讲到了，在他乘坐车子的行经金凤的时候呢，在南满铁路交叉的地方山洞桥的时候，火车被日本的关东军运买的炸药炸毁张作霖被炸成了重伤，史称叫做什么？皇姑屯事件，炸死的东北王张作霖。日本人认为我不搞死你我没有办法顺利的在东北
这个执行我这个日本人所要的殖民动作。所以日本人当时来到了东北这个地区他怎么样修改铁路，为的是什么？运送物资运回自己的国内，运送枪支，所有的民生物品呢都需要靠铁路。所以日本人当时呢到一个地方去殖民的时候，他就先做什么？先盖铁路让人了解意思啦这个就是东北近代历史也是有名的皇姑屯事件，让日本人呢开始呢称霸了整个东北，从建立了伪满洲国，到了这个炸死的东北王张作霖这几件事件包含了日本关东军从东北一步步的进逼下来，一直直捣皇城这些就是近期的民国初年民国成立初年前后时期所发生的这个日本事件所以对我们来讲为什么东北人讲叫日本人？今天你看东北的风景这么水，像日本人不敢因为日本呢在这边当时呢做了非常多的坏事所以对日本人对中国人来讲南京人呢为什么不欢迎日本人？很多日本人也不太敢去南京东北也不欢迎日本人。为什么？日本当时在这边的烧杀掳掠为了占据这个地方呢，做尽了很多战争该做的事情就是坏事所以现在中国人有真多人讨厌日本人是有原因的包括韩国人现在真多人讨厌日本人嘛是慰安妇事件嘛但如果你要说历史事件，台湾在这个日本殖民时代呢，算是比较安稳度过的。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根本连抗争的力量都没有。很多人说，这是丧权辱国。但我换个立场，也因为直接割让给了日本，所以呢，好处就来了反而少了斗争，激烈的斗争。但是说实话，在当时的时代，还是留下了很多日本人欺压台湾人的事件，对吧？但毕竟这些都已经是历史了。你能想象现今彬彬有礼的日本人当时做了这些事吗？很难吧？但这些都是历史啦。吉林有非常非常多的朝鲜人我们叫朝鲜人，不叫韩国人，因为呢，他就跟朝鲜半岛这接壤着东北太多可以走的地方，一年四季都可以走这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景点为什么？就我刚刚说的，空气好，自然环境好虽然它没有所谓的像中国很多的地方大山大海但是呢，它所带来的中国东北农村气息却让我很喜欢。中朝两国的界山叫做长白山，长白山又名叫做天池，上面有一个天池也是长白山最有名的地方。韩国称为叫做白头山天池，这么多人要上山你看看还好天气还不错那中国吉林省南部，在中国北边北韩两江道的北部天池是长白山的火山口湖，也是中国最深的湖泊，水面的高度、面积都要远远超过了新疆的天山天池。天池指的是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三江之源大家在这边排队准备上到长白山。长白山原是一座火山，在东北非常非常的有名在17世纪的时候呢，火山爆发之后，长白山主峰山顶呢就形成了盆状的
火山口，所以这个地方也就当然拥有最有名的什么温泉区喽。天池便是火山口积水形成的湖泊，呈现了椭圆形，水面的海拔高达2000多米啊。等一下我们上去就可以看得到了。来到了中朝边境山长白山呢，你可以发现哦，你看看呢，每一次我都一定要聊的。你知道进到长白山，车是不使入来哦，你车停在外口，这所有的一切，你拢爱坐内底接驳车，这就是什么？中国大陆伊的好处，伊人家多，你甲看，伊若无事先想开来坑了，他如果没有事先想起来放哦，他先开放了，再来决定要坐接驳车，这早就大乱了哦，而且你要控制什么民众的那个嘴巴。什么叫小天池？就是它还不是天池哈，它是长白山的银环湖，在这儿呢，森林景观好的不得了哈，空气也非常的凉爽，尤其在夏天呢，在海拔1780多米，沿路上都是花树哈，在这里呢有一个小天池，是长白瀑布以北3公里处哈，还不是天池哈，会叫小天池就不是天池哈。那长白山的小天池呢，也是搭乘了景区内的环保车来到这个地方啊，所以我听他讲的哈，讲有人的好啦，有人的歹哈，你别再一味的讲人歹哦。咱台湾嘛是小港哈，有咱台湾的好，有咱台湾的歹哦。领导者嘛是啊小港哈，领导者有伊的好，有伊可能做不搞的所在哦，不要一味的哦。我们可以去检讨哦，去讲说我们哪里没做好。但是不能用那个干掉的方式，有没有哦？或者是什么压垮他一样哈？有时候新闻媒体的报道呢，会真的未审先判，把一个人都搞死了哈。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去讨论它，去检讨它，但是呢，绝对不是呢把很多的东西呢变成了你不能讲哦，讲的就是对不对啊？讲你就是错的哦，这也不对哈。或者是呢抓到一个人家小辫子哦。狂攻猛追的哈，好像不把那斗垮不行啊！你看看小天池的这个倒影啊，多漂亮啊！尤其是坐在这里面的环保车哈，里面这个空气真棒啊！因为没有太多，你看他这刚看那么多人，如果每个人都开车进来，哇，那还得了啊，塞爆啊！
长白山真的在旅游，在中国旅游上面来讲，算是很轻松的，非常非常这一小段而已那上了这天池，那夏季人真的特别多。你看这个天池多美呀在我们念地理的时候，对不对？最常看到的就是中国的长白山哇，什么天池里面有水怪啦等等所以长白山一直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呢，留下非常深的记忆能够亲自踏到这一个从历史课本上面看到的一个景点，真不容易那山上这个气温还蛮低的，因为它的纬度非常非常的高所以上来呢感觉就不一样尤其是那哪当天起来其实呢还得了上了长白山呢，哇，零下20-30度所以长白山真的一年四季各有各不同的美景坐着这个雪地车、小型吉普车上山白色。冬天的时候，白色雪茫茫一片；秋天呢，红彤彤一片；夏天呢，哎呦，绿油油一片天池真的亲眼看到这个天池呢，很兴奋好像课本里面这个活生生跳脱出来的这个一个地理位置就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一长处院那它旁边呢，也就叫做地下森林那这个地下森林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天然原始的森林地带那在长白山北坡景区最后一站走入地下森林呢，走在这个木栈道上面呢，去看看原始森林古朴的气息地下森林是一处火山口的森林呢，也是长白山海拔最低的一个风景区那走进来这里面呢，它是一个火山喷发流下来岩洞所形成的奇观在这个洞内呢，长着呢非常茂密的森林还有很多稀有的动植物被誉为地下森林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非常特别的景区完全都是大自然的原貌。那说起了长白山呢，我们不由得呢要来谈谈中国的历史长白山的天池，我们刚才离开天池
自古其实你从古中国的地图来看中国的元朝、明朝、清朝，乃至于民国初期，天池呢完全都是在什么中国的领土之内连朝鲜、日本当时都承认的长白山的天池是属于中国的，他们制定的古地图呢都非常的明确的标示那这跟我前面所讲的呢，长白山有3%是属于北朝鲜的，怎么会不一样呢？说起了长白山，长白山是中国10大名山之一一直以来被神化着、美化着、神秘着要登上长白山不容易，它也有关东第1山之称。那以神山圣水让很多人呢为之着迷它更是中国东北松花、鸭绿跟图们江3江的发源地。长白山山脉呢，主峰在吉林省中朝边界之上那在朝鲜他们把它叫白山是一座休眠的火山山顶呢有火山口天池那这周围呢围绕着16座的高峰，最高的山峰呢就叫做白头峰天池就像一块呢这个玉一样就在这个长白山当中唯一一个可以看得到不同颜色、全世界海拔相关、积水最深的高山湖泊，就在长白山上的天池那长白山古名呢叫做什么？不闲山唐代呢称为太白山一定有很多人听过你在看古装剧会讲到听到这个太白山，指的就是现在的长白山。辽金时期呢，才把它称为叫做长白山而当时的女真人呢，就将长白山视为龙羽之地满清也将长白山呢视为发祥重地，形成了祭祀的重点那朝鲜又称为长白山为白头山所以呢，为何日本占据了朝鲜之后，1909年中国跟日本又在北京签订图们江中韩借务条款那以图们江为中韩2国的国界，江原地带的地界地碑为起日本地图上可以看得到天池在中国的境内1910年到1945年，朝鲜半岛呢也都是日本的统治，称为日治时期。这时间日本人出版的地图呢，天池一样在中国境内在中华民国时期，中共建政初期，中朝边界基本以1909年的尖岛条约为主那一直到后期的时候呢，中朝签订密约的过程呢，中共1949年建政以后呢，一直对领土的纠纷呢采取了暂时维持现况的方针一直到上世纪的50年代中国的边境冲突加剧，周恩来开始主导的解决边界的问题。中共分别于缅甸、尼泊尔、朝鲜、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签订了边界条约与协定，没有一个例外的是，中方主动让步，出卖了大量的领土。中共表面上宣传的是和平对等，甚至宣称寸土不让，实际上用的却是中国的领土呢，去跟邻国呢怎么样换新了所以中朝边界的问题上，依据国际法则尊重历史上已经签订的边境条约，那中朝之间不应该存在的边界的问题，1909年的建岛条约就已经讲明了，都是中国的那朝鲜呢，对边界问题呢也不予解决，一直到1962年2月却突然提出能否通过内部协商解决的这个中朝边界的问题后来呢，中国这方面呢片面呢就同意了这一同意呢，就使得呢长白山呢就有部分呢归属了这个朝鲜至今不敢公布的中朝密约那这个是历史故事了